我们在一起10年，在这段感情中，我一次又一次的选择原谅，可最后换来的却是他对我的不关心。这段感情在我心里早已变成了亲情，我真的很希望我们能一直走下去。在这段感情中，我受的伤害太多，我真的不想再继续下去。我不知道继续下去以后的生活会是怎么样。10年的感情不是说断就断的，我真的很喜欢他，希望他能和我一起走完接下来的日子。掌声有请这一对，有请。杨先生50岁，来自重庆工程维修；杜女士56岁，来自重庆退休。有请2位，有请。欢迎2位啊！听出来了，您是想放手是吧？对。您是不愿意放开，对吧？这小片里面讲10年的感情，你们俩到底是什么关系呢？恋人。恋人。对。啊，没结婚是吧？对。没有。曾经都有过情感经历吧？有。啊，你也有。对。10年等于生活在一起，对吧？对对对。您提到一次一次的伤害您，所以您想放手，对吗？对。先说说这10年他到底是怎么伤害您的，好不好？我们10年前在一起的时候，他开始对我还是蛮好的啊。我们在一起了以后，还谈到个结婚什么的，我就跟他说：“我说我的儿子当时也很大了，也在谈婚论嫁了。我说，让我的儿子先把婚结了，我们再说我们2个人之间的事啊。”在这个时候，我们的条件不是怎么很好，我们朋友就叫我们去做一个投资，最后我们的投资全部失败了。投资失败过后，其实我心里也很难受。因为那毕竟是我们辛辛苦苦赚来的钱嘛，他肯定也很难受，他就整天都不着家，我也想找出口啊，我心里也很难受啊，想他回来陪陪我呀怎么的。那不回家干嘛呢？生意亏了过后，我的心情呢也很沉重啊。当时我在想，怎么把我们的损失补回来？毕竟我们俩的积蓄嘛，来还是不容易的，所以我跟朋友嘛在外经常接触，想办法做点生意嘛。有一个朋友他说你开个棋牌室，本钱也不大，回来也快，我回来就跟他商量。当时我就不怎么赞成他开那个棋牌室，那个棋牌室开起就是完全是套人的。他开了棋牌室更恼火了，3天2天的不回家，根本就是不把这个家当成一回事了。想回来就回来，想不回来就不回来。那您采取了什么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呢？我们经常吵了，经常闹矛盾。这个矛盾闹到最大的时候到什么程度啊？1、2个月都可以不说话，同在一个屋檐下不说话。对。那个时候有提到过说分手分开吗？有时候我会说，他不当回事。我不想和你争吵。实际上棋牌室开了一段时间后，因为他天天吵，我就把棋牌室转让了。我去找了份工作。他找了份工作的时候，我就感觉到。肯定我们的生活嘛就要好一点了嘛，他因为毕竟找工作他有稳定的收入了嘛，因为我们那时候还有一些很多外债要还的，是这样的。听懂了，也就是说我们梳理一下啊，2位一开始的情感挺好的，对吧？对。在您朋友的建议下，你们俩开始投资了，结果投资失败了，是不是？对。是。投资失败了以后，先生就天天不着家了。后来又开了一间棋牌室，希望通过棋牌室可以改变现状，是这意思吧？是啊，但是因为您觉得开棋牌室他还是不着家，在各种压力之下，这个棋牌室又关了，然后您开始工作了，这是哪年的事儿啊？4、5年前吧。在4、5年前，就是说一开始的这段感情，前4年或者前5年的感情还是不错的，因为投资的问题，突然就出现了重大的变故，然后感情就不好了，是吗？对咱们往下讲吧，就是棋牌室也关了嘛，他也找了一个工作。他是找了个工作什么工作呀？我们是一个中介公司。因为重庆市它有很多连锁店啊，比如说区县，我们都要去。什么中介啊？房屋中介、劳务中介、房屋中介。房屋中介他很多分店他都要去跑，他经常就根本不着家了那种。
打电话也不接，回来也是很累那个样子。啊，我就觉得真的很恼火。有一次我们那种关系有点融洽的时候，我就这样想，反正我们很长一段时间关系都不是很好。近段时间有点融洽了嘛，我就跟他说，我说你今天回不回家吃饭？他说我要回家吃饭啦。我说我就多做2个菜，今天在家里面好好吃一个晚饭啊。好，白天我还心情很好，我就把菜呀、饭呢去做好了。我1点也不回来，2点也不回来，最后我看时间太晚了，我就给他打电话。结果一打电话，他甚至把机都关了，打不通。饭菜热了又热，最后只有我自己一个人在家里吃。所以很伤心是吧？对呀。那他回来之后您做了什么了吗？是。他那天没有回来呀。第2天我。作为一个女人嘛，我肯定我要追着问啦。我就第2天有给他打电话，他接了我的电话，他就说我现在很忙，等一下我再跟你联系，再跟你说。帮一下子给我电话挂了。我当天干嘛去了呀？晚上都不回家了。实际情况是这样的，当时我们领导派我到县城去了吧，搞得很晚，手机又没电了。第2天他打电话来，我正在做事。哎，您第2天这电话是怎么有的电啊？晚上我充电了。哦，那就是说您带充电器了哈？对，同事都有啥？对啊，那你干嘛不把那个电插上，打一电话回家说今天晚上我不回来了吗？我出差。因为要赶工期噻。不打一个电话都不行啊？行了吧，别解释了吧啊，解释不了了啊。这天我给他打了电话。我就问当天晚上为什么不打？不打电话，因为赶工期。把什么工期啊？赶得连个电话都没法打，因为明天要开新店，要装修出来。哦，装修出来怎么了呢？喝口水的时间有没有？就别说了嘛，搞忘了嘛。你就说我忽视了可以，你不能这么说，对吧？后来这件事儿您没追究是吧？就过了。怎么没有追究啊？他第2天他晚上倒是回家了。啊。他一回家。蒙头就睡了，哎，我说你这个人是怎么回事？昨天晚上不回家，今天接我的电话又是这样，很不耐烦的样子。晚上回家倒在床上就睡了。啊，我就很生气的说，我说我这里不是旅馆，你不要把我这里当旅馆。啊，你跟我走。哦，你把他轰走了。对，他2话没说，拿起东西就走了。当时是我很气愤，从我内心来说，我是不想他走的。啊。但是他不理我，我就没有办法的，我就说你干脆给我走，不要在家里面了。所以这儿咱们就插问一下啊，你们俩住那房子是谁的房子呀？我的房子。是您的房子。对。您还没房子是吧？他有。因为我要照顾他噻。哦，还要照顾。一个人在家，因为他的儿子单位上很远。啊。行，听明白，您照顾他，您把他轰走了。从我内心来说，我当时是不想干他的，但是我叫他走，他2话没说，他就自己走了。那时候我才更生气了。哦，为啥走啊？我不是跟他吵啊，我是想让他冷静一下。哦，那您这一走走了多久啊？没走多久，隔了1天我就打电话给他赔礼道歉。好，我一回去又跟他解释。啊，您哪儿错了呀？
结果他又放我的鸽子，又走了。当时我的母亲给我打电话说你父亲心脏病犯了，我就跑到医院去了。我在医院回来的时候已经是很晚了，回来的时候我都跟他解释，他也不听我解释。你这么多年对我从来都是那种不闻不问的，你再次想起跟我过个生日，结果你又放我的鸽子，我能接受吗？是，我插问一句啊，这是您的女朋友对吧？你们俩有稳定的恋爱关系对吧？对。那她算跟你有情感的人是吧？是的。您的父亲生病这么大的事儿，您为什么不通知他，带他一起去呢？因为当天是他生日了。这没法解释啊。我想他也照顾亲朋好友。那如果他跟您说了，说我父亲住院了，心脏病，您会跟他一起去吗？会呀。因为所以解释不通嘛。当天的亲朋好友要来的嘛。这不重要嘛？你父亲生病了，他去看嘛，亲朋好友是可以理解的嘛。你至少应该通知他说我去医院，那他也不会那么难受啊。回来就通知。你去路上的时候，你完全有打个电话的时间有啊？肯定有。那为什么不打？已经搞忘了。所以说白了，就是在你的这个世界里，或者叫在你的重要排序里，这个女人和这段感情并不是那么重要嘛。单位领导很重要嘛，对吧？爸爸也很重要嘛。但是你每到重要的时刻就会忘记他嘛。事实是这么个事实，对不对？他很重要，一样的。行，那这件事儿应该伤心很大。我的确很生气，我就把他的东西全部扔出去了，我就叫他滚，我说不要再回来了。等于第二次又轰出家门。对。后来呢？怎么好了？怎么又回来了呢？后来几天，他就回来跟我道歉，他说他还给我买了生日礼物，一条项链。当时我还是挺感动的。哦，买了一条项链，您感动了，啊？是这样的，我和他在一起10年了，他真的从来没给我买过东西，也没有过过生日。我心想他还是心里面有我的，所以说就是那条项链，对我所做的一切我都原谅了他。啊，后来呢？后来他又回来了，就这样。这不是挺好的吗？现在为什么又来我们这儿了呢？他回来了，整个全部都变了。也不跟我怎么交流，他整天拿着手机看，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因为他整天拿着手机看，有时候看了看了还在笑，我就觉得肯定有问题了，是吧？这个。有一次他洗澡的时候，我就把他手机打开一看，结果有一个是他们当中的女人嘛，什么我也不知道，就给他发了很多短信。就是说，亲爱的，你要注意身体哦，天气凉了吧，你要加衣服哦。亲爱的，你要吃早餐了。亲爱的，你要早点休息哦。我真的当时就崩溃了。我现在想起那条项链是不是给我买的，我都还要打个问号。10几年的付出，一条项链就把我收买了。现在发现等于他疑似在外面有一个说不太清楚关系的一个朋友，是这意思吧？我就不认为他是朋友，朋友怎么会亲爱的呀？我是你说的，那是我们单位上的一个同事，他对我有意思，经常给我发这些暧昧短信，但是我从来没有回过。他也清楚，实际上这10年我们俩一起走过来，实际上我对你很深，我也不想放弃你。那你跟人说过说我有一个女朋友吗？我们也准备结婚什么的？没有说过。后来我就跟他解释了，跟他说了呢。人家还追你吗？没有了。那之前为什么不说呢？我想他发就发吧，你不回就行了嘛。你信这个解释吗？我肯定不信。所以你回忆这10年来的分分合合哈，您现在想跟他彻底分手，是这意思吧？对，我这次是真的想和他分手。那在生活里不就分掉就完了吗？把他轰出去，让他该拿的。他现在不出去，他赶不走了。这段感情，你说走就走吗？不是，那您对人好点啊！我肯定要对他好，今天来就是为了挽留他，好好的爱你。那您以前对他好吗？以前也对他好啊，只是产生一些误会。以前他对您好吗？您觉得？还有对我好的时候。也有对您好的时候，所以挺留恋的哈。那您还爱他吗？我只是觉得他是个好人，但是生活我不仅仅只要找个好人。那您轰他走的决心是决绝吗？还是说我也舍不得？
肯定轰他走，没有不是。听见没有？人家不想再处了。我向你保证，今后不是你以前也没做错什么，你保证什么呀？改呀。改什么呀？都没错呀。那是因为电话没电，那是因为老父亲住院，那是因为别人追你，你也没动凡心。那你改什么呀？你没错啊。所以你仔细想过他要什么吗？他要的是我陪在他身边。那您能做到吗？今后我下了班就陪他，休息都陪他。啊，那过去10年他做的，这么看来是特别不好，对吧？您儿子知道你们现在这个状况吗？知道。他的态度和意见呢？只要母亲过得好就行。啊，我什么决定他都支持我。先分分手看看呗。好吧。好吧，不再挽留了，是吧？哎，你应该特别释然吧？他说了好吧，他同意了。对。开心吗？开心不起来。开心不起来，但是他已经同意说分了。10年的感情，还是有些不舍，但是这种感情还是给我留下了太多的伤痛。所以听到这儿，其实才听出点意思来。就在10年当中，除了缺少一张结婚证，我看你们也像夫妻一样的生活，对吧？对。在这个过程里，有争有吵，有打有闹。现在，女生说我受不了这样的日子了，非让这个男生走。男人说我能改啊，你给我机会吧。女生说不行。但是真的到了这个节目现场，到了男生说我真的可以走的时候，女生又想挽留。所以这10年的这笔感情账应该怎么算？未来这2个人又该怎么走？你们听听老师们的意见，好不好？好的。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时间啊，不代表长了感情就深。10年的夫妻可能感情深，10年的仇人只可能关系越来越差，10年的路人到最后还是路人。所以和时间是没关系的。重点是这10年里面有没有感情的付出。简单看一下你们2个人里面，你在这10年里面是有感情付出的，你有不舍，你觉得这个10年我付出了很多，我能理解，我没感觉他有太多的感情的付出。所以你们之间不是感情深，而是你付出的太多。你不舍得的不是你们之间的感情，你不舍得的是你这10年的付出。第二个呢，我个人觉得你的感情太廉价了。大家谈恋爱都是我为什么要爱一个人，是因为这个人爱我，或者说是我能够感受到他对我那种好，那种感情，他对我的付出，所以我也要相应回报的一样的去爱他。像这种感情是有来有往的。但是对于你来说，你面对着他这么单向的情感的付出，但你一次又一次的原谅，到最后只是人家跟你说了一句我要跟你过个生日，你有什么都能原谅？一条项链你有什么都能原谅？你的感情太廉价了。跟一个没有感情的人要感情，这一定是徒劳的。他对你有感情吗？他如果对你一直是没有感情的，请问你怎么去跟他要感情？我觉得对于你来说，你要记得一句话，不好的永远缠着你，好的是不会缠着你的。对于你来说，你现在要考虑的已经不是去改良它或者改善某一件事情，也不是要去思考要复合还是不复合，你唯一要思考的事情是什么？就是你要不要开始一段全新的生活，你有没有勇气去开启一个没有他的生活，这才是你真正需要考虑的问题。我今天就是开启新生活了，还来得及，还来得及。好，谢谢齐老师。来，尚大老师。我一直觉得你们2个人这段关系啊，不是双向的，就是没有互动的，是单向的。这个单向就只有他对您的这样的输送，而您反过来对于杜女士是没有任何付出。然后至于爱不爱、感情不感情的，都在您人生序列之后了。所以这段关系就变得非常的单调，
就是只有单一的输送。对于杜女士来说，她现在需要的还依然是一个疼我、懂我、爱我的人，而这个人在她的生命比重当中要占非常重要的位置。可您可能就需要这么一个人，一个房子，住的一个地方，这人是谁，这房子在哪儿无所谓。所以这样，如果对一个痴情为您付出的女人的话，是不是有点残忍？所以我觉得您要想明白这一点的话，那就放了他。但是反过来对杜女士来说的是什么？也正是因为她抓住了你这根软肋，你离不开我，所以我肆意妄为。这家我想回就回，我不想回就不回。所以您就成为她生活上的一个积累，可有可无。需要你的时候，甚至都不是你，是需要这个住所的时候，我就回来。而你又恰好就是这个住所里的女主人，那不需要的时候，我连招呼都不用打。一空房子，我跟他说什么呀？因为他压根儿忽视了在这房子里面还有一个爱他的女人，所以您自然而然就知道您在他心中的分量和地位了。就是因为您的起始分数给他定的这个分数太低了，甚至是负分，所以他稍微一丁点儿的给您一丁点儿的感动，就甚至在我们常人看来觉得这都是非常理所当然应该的事情，可是在您这儿马上就能加到100分，可以既往不咎，所有给你带来的痛苦你全可以忘记。就是您的起始分数太低了，底线太低了。我觉得现在对您来说什么最重要？舒心最重要。如果您还是放不下，或者说那你就认命的话，那现在谁劝您都没用，对自己好一点，好吗？谢谢。好，谢谢莎娜老师。来，于老师，我经常听到就中年或者老年，再婚的时候就是搭伙过日子，但实际上中年老年对精神的需求甚至更高于年轻人，因为青壮年可能忙于事业，忙于孩子，可能真的两个人在一块谈心，也就热恋那阶段谈得多一点，其他时间可能是各自忙各自的。但恰恰到中年老年，反而回归家庭的趋向更加明显，所以精神的需求绝非是搭伙过日子能够满足得了的。那么另外一个呢，就是再一次进入恋爱和婚姻过程当中，我们应该要清楚什么样是我的精神伴侣，我和什么样能够聊在一起去。如果不知道的话，又会贸然的开始，就是刚才所说的搭伙过日子。从男方那个暧昧的短信来讲，如果看到一个亲爱的这样一个暧昧短信，我们不给对方一个这样的台阶，没有这样一个开始，对方不会贸然的突然来句大姐亲爱的，不会说这样的话。这也就说明呢，可能在两人的10年过程当中，两人都有犹豫，所以都不太适合。那这个年龄彼此想改变谁，说今天我要承个诺，我做一什么变化，不可能了。那么如果10年过得不快乐，那就该分了，也别恋战，也别不舍。所以我建议两位不合适就尽早的分手。好，谢谢于老师。来，涂老师，为什么女人爱得这么卑微？因为很多女性就认为，我在一段感情当中，无论是在精神上还是在身体上，我的成本更多。这就刚刚陆琪老师所说的，其实舍得舍不得都不是舍不得这段感情，是因为我在这10年当中的感情的付出成本太多了，我输不起。但是反过来想，花10年看清楚一个人，难道不是一件幸事吗？你的那些成本已经付出了，时至今日你发现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，那就戛然而止。看清楚一个人，50多岁年纪还可以开始。如果今天这位大哥在这儿说，跟主持人跟你说，是我确实是疏忽了，我确实是没有照顾到你的感受，我确实没有那么爱你，我没有做到细致入微，我觉得这段感情还可以继续啊。最重要的，反省到了问题。以往也有男生会在这儿狡辩，就是你列举出他数种对于这段感情的不忠也好，忽视也好，他还要狡辩，但那是20、30岁的小伙子呀，不是一个50岁的老汉。
到了这个年纪还要去狡辩，还要不承认自己的错误，那我只能理解成一句：他想赖在你那儿不走吗？你是舍不得对自己的付出，他不放手是因为现在还没有更好的吗？如果那段电话当中那个追求他的女生也能够给他提供一个住处，我估计他跟那个女生在一起生活的时候，就应该会像他看那些短信一样，面带微笑吧。所以，让人看不惯的就是你狡辩，就这样。好，谢谢涂老师。女生到底是因为痴情，还是本性，还是因为我不自信或者别的原因？总之，我们会发现，在一段关系当中，女性卑微的时候，稍微那边使点力，她又回去了，这是她的悲剧所在。所以我们一方面鼓励女性你要自信，做回自己；另一方面，其实就是你们10年了嘛，对你怎么样？很好，非常好。你就在内心里面给自己一个答案，一会儿面对自己的良心就行了。如果你真的承认他好，你不爱他了，你心都不在这儿了，请你别出来了，你放了他。虽然是他提出来的分手，你像一个男人一样的放了他，好吗？能做到吗？不要把命运交到别人的手里，自己拿着，好吗？来，接下来一起进入真情60秒。来，请关门。特别好。